刚才有提到一件有关档案路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一些细节我们这个程式语言在开发的过程中呢，开发专案跟这个路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什么样的重要细节？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去避免资料夹的档案，或者是我们这个程式码的档案，去使用到空白字元。例如说，我有一个档案叫做 Hello World .py， 这个空白会导致于说它有点搞不清楚，你是指是这个 Python 的指定空白，然后打这个路径还是说你这个 Python 空白后面有一个 Hello 的指令，然后后面又有空白，有一个这个 Word.py 的档案，它会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这个资料夹的路径上面或者是在档案或者程式码上面，尽量避免使用什么东西，避免使用这个空白。当然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地方的话，这个我们也会去避免几件事情。第一个其实在这里是第二点避免去收纳到过深的档案目录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有一些这个同学的这个这个资料夹管理基本上会管理到非常细例如说在这个低槽里面呢，它可能分什么个人档案研究用档案这研究用档案再分年份这个年份里面再分不同的工作目的不让一直细分下去，最后再把它程式码放在这里面。严格讲起来，正常来说没什么大问题可是呢，我们在程式码在编译的过程中，甚至在 Python 它的呼叫过程中，它们本身这个资料，应该说在这个终端机上面资料，它基本上有所谓的长度限制有所谓的长度限制。当你的资料夹收纳长度过长，超过它的这个 buffer 应该说它的快许，它可以容纳的这个范围之后呢，基本上它指令就吃不进去了，就喂到它饱了，它就没有办法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呢，通常我们会尽量避免收纳过深的档案目录。好，另外一件事情跟空白资源比较有关系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会避免采用非因素的档案名称命名。好，其实我们在建资料夹的时候有这个冒号啦、斜线啦，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方，它通常就会直接禁止你直接去做命名。好，那这边特别讲说非因素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例如说我们用中文，好，因为我们现在有遇到有一些像那个像微软，它现在直接绑那个个人账号，那有一些个人账号它申请直接用中文，所以它会导致于说它的个人目录就是中文名称就是它的那个中文名字。好，那如果说它的档案是放在桌面上，桌面的上一层是什么？就是使用者目录。使用者目录如果是中文的话，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意外，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程式码及这个编译器或者这个 Python 的直译器基本上已经算比较先进了，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现在应该是可以避免。可是呢，这个意外难免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我们还是会遵从这个以前的这个开发习惯，就是说第一个，这个资料夹路径上面不要有空白；第二个是档案存放不要存到太深，我们尽可能放在外面放在这个，例如说放在一个目录。然后最后一个重点是不要用非因素，就是你可以有英文，可以有数字然后特殊符号尽量避免，有些特殊符号当然是允许可是尽量避免因为它在这个命令里面，我们刚才是下那在终端机里面下那个指令你不知道它在那个指令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尽量避免。好，那接下来我们采用这个个人的开发方式个人开发方式基本上有5个动作不过你严格把它拆起来，基本上是拆2段第一段就是这个建立工作资料夹工作资料夹，就我们刚才前面讲说，我们这个资料通常会找一个好的地方去收纳所以呢，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例如说它可能会叫做 MyWork 啦，或是叫做什么 Python Work 啦，或者Python 这个 Development 这个开发者目录然后你会发现怎么会用缩写那个 PYTH1 不好打 PY 为什么？然后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尽量让我们这个档案的这个路径缩小一点能缩一点点是一点点那这个开发者就缩写就是第一笔那你可以看你的习惯是你要把它放在 C 槽也好，或放在 D 槽也好。在某些情况下，这个目前 Python 操作上面，在中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用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这个案例看起来别人跑都可以，就自己不行这可能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我们这个路径上面有奇怪的东西例如说空白啦，或者是有这个中文的部分好，那这个地方有很奇怪，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个底线为什么MyWork是一个底线，或者 PyWork 会有一个底线？那是因为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会习惯性因为不同的单字我们用空白把它割开，可是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说尽量避免使用空白避免使用空白那我们就使用一个底线。好，那有一些人讲说这个底线这个不喜欢我用减号行不行？我用加号行不行？这个加减乘除它好像算是这个数学运算的部分数学运算部分我们就不要放在终端机里面让它跑，让它跑
他还以为你真的要去做加法减法哦。好，那所以这个地方通常我们就直接用底线啦。那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把空白符号换成底线，下去做操作哦。好，然后建立完资料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开发工具。我们开发工具是什么？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对着我们所建立好的资料夹，按下滑鼠右键，好，以 Code 开启。滑鼠右键呢，可能长得会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会在这电脑上面直接操作一下，操作一次，因为这个画面应该是早期 Win10的画面，Win10的画面，而且它上面东西好像还比较多一点点。那如果是 Win11的话，它的操作会藏在第二层目录里面，藏在第二层的滑鼠右键目录里面。好，当我们把这个资料夹用 Code 开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另外一 part 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建立程式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程式码里面打内容。好，接下来要去执行这个程式码。在建立程式码这个文件，基本上我们刚刚用记事本做过一次嘛，应该没什么问题啦。好，然后在这个编辑内容里面去输入这个文字，好像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啦。好，然后最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在里面去做执行？怎么去做执行？好，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动作实际上在电脑上面操作一次。好，来，我们先找个地方，先把资料夹建起来。好，那我在这里呢，我就直接在桌面上先新增一个资料夹好了。好，新增一个资料夹。这资料夹呢，我就把它叫做 Python py work。好，就是我们这个工作资料夹Python 工作资料夹然后呢，对着它滑鼠右键，然后显示其他选项这个比较进阶的选项里面应该会有一个以 Code 的开启那如果你没有看到以 Code 的开启，那是发生什么问题第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可能还没安装啦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确实有安装，那有可能说这个有关勾选的部分没有完整的勾选有勾选它才会出现在滑鼠右键里面，没勾选就没有好，那我们先试一下以 Code 的开启。好，那通常我们有建资料夹，它对它来讲就是一个小型专案小型的工作目录，小型专案。那因为它现在对于安全性它通常比较讲究，所以我们就通常就来试信任这个资料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你会看到有一个档案总管，这档案总管基本上是可以开合的它的档案总管在 py work， 这 py work 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好，如果我们在里面呢新增一个资料夹的话，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确实有新增一个资料夹那如果我们把这资料夹从档案总管从 Visual Studio Code 的档案总管按滑鼠右键把它删除，它确实也会跟着删除好，所以这两边基本上是联动的好，我们现在呢要来建立我们第一个这个档案建立这个程式码那这个程式码呢，我们怎样去建它？有两种方式这个第一个就是直接在外面做不过我们现在因为都在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尽量在里面操作这一个呢是新增档案右边这个是新增资料夹，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新增档案新增档案。这个档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输入我们内容。像我们在我们讲义里面说，我们要做一个 hello HELLO 点什么东西，点副档名，这副档名呢，如果你是文字的话，就 T+T 基本上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图示的缩写对吧？这个图示的符号好。那如果说我们是系元的话，你就打点系这就是系元如果是 Java 的话，就是点 Java。我刚刚有没有提过那 Python 是什么？Python 就是点 py。点 py 好，输入完点 py 之后呢，当我们按下 Enter， 基本上它就会帮我把这个文件给建起来了。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这个一开始讲 Visual Studio Code 的时候，有提到一件事情说，这个工具它会自动的去检测然后去这个探索这个目前使用者或者开发者他的需求现在目前我们的环境里面缺少一些东西，缺少了什么东西？Python 的延伸模组，我在想说 Python 有我们明年就装过而且我们在这个终端界面也可以使用 Python 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 Python 的直译器工作环境跟开发环境里面去跟 Python 做整合，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现在目前这个开发工具并没有办法去认识到我们要作业系统里面的 Python， 所以呢，它缺了什么东西？它缺了 Python 的延伸模组。那要不要安装？它既然它提示了嘛，提示了就按安装，我就把它给装起来。好，所以当你同意安装之后，它就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主动的进到我们这个延伸模组里面的4级它本身W96它有一个4级然后它会自动去做安装，安装完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准备去做启动好，这个我们先等它安装一下来，这个我先把它关掉，我们就继续接下来这个程式码里面我们刚刚说要输入什么东西，要输入 print， 输出方法是什么？方法记得带括号方法带括号。
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可以帮我们把文字给印出来的一个方法。好，那怎么样把文字给印出来？那当然，就是你这个文字很重要嘛，一定要给它上个引号哦。那这引号呢，基本上就有上引号跟下引号。那不要弄错，是因数的这个引号哦。这个它自己跳出来，先把它关掉哦，因为它这个有一些东西它都会主动提示哦，先不管它。好，来，这里面先把引号打上去。好，那个引号你输入上去之后呢，它会自动把左右两个引号准备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文字内容输入上去 H1 LLO WORLD。好，这就完成了。好，接下来我这个档案还没有储存，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档案有没有储存？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在记事本看有没有星星啊，看有没有那个星号。好，对于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我们就看这个档案，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是叉叉，是准备让你去做关掉的哈。如果发现这个叉叉变成一个圈圈的话，那就表示这个档案还没有被储存。好，这档案还没有被储存过。好，所以怎么样去做储存？好，直接按档案，然后储存。这样就完成了。这样就完成了。好，我们先把它关掉。好，我们现在工作到一半哈，我们现在把 Visual Studio Code 给关了。好，当我下一次再把 Visual Studio Code 打开的话，它通常应该会停留到我们上一次的工作画面。上次的工作画面。好，那其实啊，在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应该是要对着我们的资料夹，按滑鼠右键，以其他选项，然后以 Code 开启。这是在资料夹上面。或者说你已经进到这资料夹，也是一样按滑鼠右键，不能对档案哦，不要对档案哦，不要对档案去做开启啊。你对档案去做开启，他会认为说你只是要看这个 code 哦，你并不是说要对它去做编辑啦、去做执行啦、去做除错哦。对这个专案资料夹去做这件事情，他会认为说你不是要做这件事情。好，一定要用 code 去开启你的目录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在空白处滑鼠右键，显示其他选项。以 code 开启，记得以 code 开启来把它打开，让它在档案总管里面确实可以去看到你的文件确实看到你的文件。好，那我刚刚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讲啊，我先把这个资料夹给关了如果你有确实关闭资料夹的话确实关闭资料夹，当你下次单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不会回到之前的资料夹。好，那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刚才讲说，一定要使用滑鼠右键把它去做以 code 开启。可是呢，这个刚刚前面的这个安装过程中不小心有一些闪失啦，然后呢，导致于说这个地方没有看到以 code 开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目前有两种方案第一个，你再把 Visual Studio Code 再重装一次记得把该打勾的打勾，装完之后呢，基本上它就应该会出现，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第二种解决方式就是说就是不喜欢在滑鼠右键里面看到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东西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跟你没有关系。好，那可是呢，又说我们这 Visual Studio Code一定要从资料夹去做开启，那怎么办两全不能其美好，来，如果说你不想要从滑鼠右键去开启这个 code 的话，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 Visual Studio Code 打开之后，按下档案，不是开启档案我一直讲我们不要开那个档案，开那个档案就只是去看 code， 去看文件，去看一些资料而已。我们现在要对资料夹工作，我们对资料夹工作，对这个专案资料夹下去做工作，那就要选开启资料夹。重点，我们重点一直都在讲开启资料夹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选开启资料夹，然后找到你的资料夹。我们现在目前资料夹是在桌面上，然后我找到 PyWork， 找到选择资料夹。好，这个动作它会多了好几步啦，好，所以呢，常常会建议说，你就直接把在安装过程中呢，把它选到滑鼠右键里面去，就打勾了，该打勾的都打勾，打勾完之后，你就可以很容易从滑鼠右键怎么样？滑鼠右键显示其他选项。就可以code开启我现在开了2份所以它正常应该要给2份还是他把这个问题修掉了OK， 他现在把这个问题修掉，所以他现在就知道了，他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好，来，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这个把这个程式码这个储存起来了并且已经看了现在有一条程式码在上面。那我们要怎么去做执行？怎么做执行那如果照我们刚才的讲法建立这个程式码档案编辑我们的程式码，接下来要执行程式码执行程式码呢，如果照我们刚才讲法，就是说我们要开启终端机。好，然后输入 Python python 输入 Python。好，然后呢要找到我们档案的位置。我们的档案位置呢，现在就变成说我们要找到它的完整执行路径完整执行路径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是使用这个工具的话你的滑鼠页上会跟你讲在 C 的 user 底下 desktop 的 pywork 里面的一个 hello.py 如果你对它用滑鼠右键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复制路径复制路径，也就是很容易的把路径给复制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把它贴上去。
好，把它贴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一份文件的路径，这不是上次那一份呢，上次那一份已经删掉了哈，刚刚那一份已经删掉了。好，按下执行。好，它确实有帮我把 Hello World 帮我把 Hello 给执行出来哈。这个操作起来感觉有点繁琐了哈。不过呢，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执行 Python 的方法。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然后对于现在来讲应该要怎么去做执行哦？好，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延伸扩容套件就把它装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下面有一些变化。这下面有一些变化，第一个。这个是基本款，就是他会跟你讲说，你像目前游标在第几行的第几栏，然后第一行的第21个资源处哈。然后呢，这个是缩排，我还没有讲这个故事哈，这个件事情还没讲。缩排基本上它是4个空白。好，目前这份文件的编码是 UTF-8。好，那这是它的换行方式，哦，这是它尾行顺序啊，换行方式。然后目前的语言它已经侦测到了，就是 Python。好，它为什么会侦测到啊？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副档名是 Python， 然后我们的格式内容长得像 Python， 所以它就知道是 Python 的。然后重点在这个地方。这个 Python 到底是哪一种 Python？ 我们可能会有 Python 3.10、3.9、3.8、3.7、3.6，甚至我们可能会用以前的2系列版本。好，这个 Python 呢，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切换。好，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不用去管那么多细节，我们就直接执行。好，怎么样去执行？直接按下 F5 哈，快速键哦 ，F5。大部分的 IDE 工具啦，这个执行预设是 F5。以前有一些不同程式语言，它快速键不太一样，就像目前看到大部分都是以 F5 为主轴哈。好 ，F5 按下去之后呢，他就问你说，那你要怎么样去执行？要选择哪种执行方式？基本上我们要去执行我们的 Python file， 我要去执行我们这份 Python 的文件，就点下去。好，接下来他就会知道说你的 Python 在什么样的地方，他用什么方式去呼叫它，他怎么样去做启动。启动完之后，他就直接把启动结果印在什么地方？印在我们的终端机上面，上面有很多页签，有问题的页签、输出页签、侦错主控台及我们的这个终端机。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了，我们都是在终端机工作，所以呢，当你去执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终端机确实出现一个 hello 啊，不信的话没关系哦，来我们 hello 第二次哦 ，hello 第二次哦 ，PART 哦，然后 part 2哦，第二次。好。有编辑啊，记得要储存哈，像那有编辑过啊，记得要去做储存哈。来储存的快速键是 Ctrl+S 或者按这边的储存。好，当你有储存完之后再执行一次。执行快速键是什么？执行快速键是 F5， 按下 F5。好，确实它有确实的如预期般的去执行出来。好，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后面有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的时候。会操作的方式哈，那我们课程后面一开始前面都还会先去做这个直译器的讲解，我们到这个比较后面直译器的部分全部讲完之后，才会回到 Visual Studio Code。不过这 Visual Studio Code 请大家先把它装起来，然后先简单的演练一下第一条指令。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简报看一下这个是最佳拍档 Visual Studio Code 基本上是我们这个首次入门或是资深开发者的最佳拍档那通常不要去错过 Visual Studio Code 在视窗右下角的友善提示你的系统，你在开发过程中，你系统到底缺了什么样的东西，基本上它都会给你提示在右下角你可以看一下这右下角上面的讯息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如果有符合你需求的话就不用客气，就给它点下去就把它这个该装的装起来该设定就把它设定起来。好，那开发者的需求或者缺少基本上都会在右下角自动提示并协助安装这个相关套件。好，像我们刚才第一次打 Python 的时候，这个文件Python py 文件刚建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有关 Python 跟实际上做一些Python 的连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设定扩充套件也还没有安装他就直接跳出来问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好，那通常你只要同意就交给他，他就直接帮你处理到好。OK， 好，所以呢。这个呢，就请大家练习一下完成执行这个 hello.py用 Python 下去做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单元就先讲到这个地方。